有请主持人赵帅。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胡磊老师，欢迎。来吧，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们恋爱到结婚已经4年了，他从来没有给过我想要的安全感。他的前任一直都在干涉我们的生活，真的让我感觉到心很累。他年龄比我小，有的时候太敏感，不成熟，每次和异性有联系就要怀疑我，跟他解释也不听，还要跟我闹离婚。他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每次和他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沉默或者是敷衍了事，还总是限制我和异性朋友出去。感觉我在他的心里一点都不重要，我就是想问问他，到底能不能给我一个保证和一个承诺。我希望他哪怕给我一点点的信任，真的不想再继续这样吵下去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蔡先生36岁，来自辽宁工人；林女士25岁，来自辽宁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们两个是夫妻关系。哦，结婚了是吧？对。结婚多久啊？结婚1年多一点。结婚1年多啊，好像这个信任出了问题，是这意思吧？我听下来。对，他以前结过婚，有过婚史，然后有一个前妻啊。我们俩在刚搞对象的时候，他前妻就经常联系他。刚开始我觉得，哎呀，就是朋友之间嘛，联系就联系了。后来他们之间联系就特别频繁，1个月几乎打电话就10次往上的那种。干嘛呢？他前妻有一个房子在鞍山，因为我老公是鞍山的，然后他那个房子就。让我老公帮他出租，要帮忙什么的，然后他就总以这个为借口，然后他们2个人就总聊天，然后还说请他出去吃饭呀什么的，他也都是同意。然后更逗的一次是那个我们过节的时候，我在他父母家。他前妻就打电话了，就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在家呢。然后他前妻就说那个咱爸咱妈好不呀？过节了我上你们家吃饭吧。而且他也知道就是已经有我的存在了，然后他也是不拒绝。而且打电话那阵儿，刚开始我不知道是他前妻，我就以为是朋友，我还问他，我说这是谁呀？怎么还打电话还咱爸咱妈的？然后他告诉我，然后刚开始没说，就说朋友。后来我说你别闹了，我都听见了，那不就你前妻吗？我说你实话实说能怎么的，对不对？而且我已经知道你有婚史，我就指定不会建议。那你为什么要瞒着呀？我这不是喊你多想吗？那你不解释他才会多想啊！你要解释的话，我就不多想了。还有一次哈，主持人可逗了。他那个前妻给他打电话，然后问说：“哎呀，你处对象了？你这对象比你小这么多，我们俩相差11岁嘛。说你对象小这么多，你能不能被他骗了呀？然后就是别再又骗钱又骗色，然后就特别诋毁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要是关心一下，你瞅你关心你，然后说我骗财，关键是你有色吗？”就是这个东西，你但凡让一个女孩听了心里也不舒服。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在你跟他的交往过程当中。对，在谈恋爱期间。那后来为什么还嫁给他了呢？那么不舒服了，心里都。之后他给我保证了，然后说那个我以后指定不会这样了，会断了联系。然后他对我其实平时挺好的，然后后来这不就2个人在一起结婚了吗？结婚了之后也是给他发微信，我最后不也把他拉黑了，也不联系了。你还好意思提拉黑？是因为我跟他闹离婚，我说你这闹来闹去的，我说咱俩这婚姻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跟你保证完事儿，我不也都拉黑了，也不联系了吗？”之前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拉黑过一回，是我自己偷摸拉黑的。拉黑了之后，他就给解开了。我连续拉黑了3回，他解开了3回。然后他现在又在跟我保证这些东西，我就有点不太相信了。但是现在我不一直没联系。再说，主任他那朋友也更不靠谱，就是你们俩互相哈。来，你说说你的委屈吧。我跟他是异地，然后我在鞍山，他在沈阳，然后他
因为我跟我回鞍山待了一阵子，然后他沈阳的朋友就要来鞍山看我们，也是他异性朋友。我说行，可以过来看，然后咱招待人家吧。然后都定好了，然后咱准备去接人家的时候，他的朋友就说不过来了。那他不有事儿才不过来的吗？是，那没事儿的话，他不就过来了吗？然后过几天又说要过来，我说行，咱去再准备再接呗，就是又不过来了。然后第3次又要来，然后他说3点过来，我说3点也行，然后我就准备要请假，他又告诉我改点了，告诉6点再过来。那你说谁心里能高兴？而且提前已经放过2次鸽子了。但是你那天一点面子都没给我留，我把我朋友接到家了，他生气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下来吃饭吧，我说怎么的也得见完朋友之后，你回家吵架再怎么吵是吧？你怎么的都是家里的事儿，他没有，他就是特别生气，所以我才不去见他。特别倔，我说你下来吧，然后也不下来，然后我朋友还特别尴尬。所以你说这件事儿的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他这朋友挺不靠谱的，因为提前放过2次鸽子，不靠谱，你看。然后紧接着过一阵子，他就管我媳妇儿借钱啊，借钱我就告诉他这人不怎么靠谱，咱就别借他。结果他也不相信我，等我让他管人要的时候，人家就直接把他拉黑了。啊，就是你要说的是你爱人交友不靠谱。对，然后还不相信我，因为我已经告诉他这人不靠谱了，他现在相信我，咱就没有这个损失了。我都已经1年多没见过他了，时间也是能改变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呀。他要是相信我，这些就没有必要的损失。那我怎么相信你？之前发生那么多事儿，你说我怎么相信你？行，咱们先放在这儿不吵啊。还有别的吗？有，他特别不喜欢就是宠物，然后我特别喜欢。那是因为他是敏感体质，动物身上会脱毛啊，像什么的。就是那也不至于因为个宠物我们俩去闹离婚，去到民政局领证吧。然后领了吗？没有，特别逗。民政局就是因为我们搬家了。我们当时都在气头上，就为啥气啊？你能想象到一个男人跟宠物吃醋吗？我买的那个雪糕嘛，然后我合计我自己吃，然后邻居就把他们家宠物带过来了，我就特别喜欢，然后给宠物吃了2口雪糕，他就不乐意了。然后就要脸子，买2份雪糕，1口都没给我，然后你给，你看，就是因为跟宠物吃醋，然后我就当时看出来他不高兴，我合计那得了，我说那哄哄吧，然后我就哄他，哄了1个多小时也没哄好，然后我把饭菜什么的都做好了，都端桌子上去了，我说老公你别生气了，我说我下回不给了还不行吗？然后那也不好使，那在气头上那你在气头上你就掀桌子，那你再给我买1串雪糕也许就好了。那你也没说呀，然后就把那还用说吗？然后他就把桌子给掀了，掀完了之后我就感觉自己倍儿委屈，你知道吗？你说我哄也哄了，然后之前他还一直都那样，我也没说什么，然后他就把桌子什么都掀了，然后我说那咱俩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俩去领证吧。我说我也不想跟你过了，然后他还掀桌子，不用你也靠边，靠边就靠边。然后我每次让他解决我们俩之间的矛盾的时候，他就是可敷衍了。这个你喜欢宠物，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一直没让我养。后来我拒绝了，就是刚才不想养带毛的，但是之后他，架不住远磨硬泡嘛，然后就同意了养1只，然后现在你问问他现在家里多少只了？什么呀？猫咪。哦，宠物猫。养了多少只啊？家里现在应该是10只，就是喜欢。我跟他有过底线，我告诉他宠物不行上床，因为床毕竟它有菌嘛。然后有一次我下班回家以后发现，他身边围了8只宠物在呢，在床上，当时我就挺生气的。那你现在一天天都不靠谱，白天上班我也不知道你，我就反正不信任你嘛，然后我就把所有的宠物当成我的一个情感寄托，然后白天没事的时候跟他们聊聊天。关心我，不喜欢关心那些。那你让我信任你，我自然就关心你了。我现在对你的信任度都可低可低的了。你们俩现在还异地吗？不，我们2个结婚就是不异地，我就跟他去鞍山了。啊。原本合计找一个岁数大的男人，就是能包容你嘛，然后能像就是当父亲一样，就是宠着你啊什么的。但是现在明显就不一样。你白天不工作吗？我现在自己开了一个花店，在沈阳。所以你的时间精力是花店和猫咪，是吧？对。啊，
方便问一下，上一次婚姻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吗？就是我达不到他想要的那种要求。哦，就分开了。为什么要保持联系呢？就是他上外地了，但是在我那个城市还有房子，然后对我比较放心，让我帮打理一下。你们第一段婚姻有孩子吗？没有。这个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呢？我不喜欢孩子。哦，就不太想要。他倒是挺喜欢的，想要。然后现在不是就把小宠物当成孩子那么养。哦，那你觉得你跟你的前妻联系的密切吗？我觉得还可以，但现在已经都断了，因为断了多久？能有1年以上。哦，没有，半年多吧。不联系了，对，现在都因为那次要闹离婚，他就说再如果不闹离婚的话，可能你还联系，是吧？就是能帮就帮一帮忙嘛，毕竟你把它当成一种帮忙，是这意思吧？对啊，但是这对你来说就觉得这个男人心思是不稳定的，对吧？对，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没有秘密什么的会好一些吧？你是觉得他秘密太多，对吗？对他特别矛盾嘛，然后总说。但是我接电话什么，我从来不背着你啊，这不就对，不从来都不背着我。然后我问谁的时候，也从来都不说是谁，就说朋友。所以其实，在你的心里，他说什么，现在你已经不太信了，是吗？对。他说不让你养宠物，你会不养吗？不会。我希望他把动物上爱转移到我上一点，哪怕一点的，因为现在他对我就是，哪怕我2天不吃饭，他都不搭理我，只管他那些小动物给人家添水添食的啊。所以为什么呢？看起来好像挺可怜的哈。说你看我老婆现在对宠物都比对我好，实际想一想，为什么在他的内心，你的地位会一天一天的下降？你们的所有原则性问题，全是不达成共识的。那这个婚姻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看你们的这段婚姻，这么看来的话，摇摇欲坠了。我总结2句话：小事无法忍让，大事无法妥协。这就是你们2个人现在婚姻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们2个人啊，没有想好怎么样去经营这段婚姻，甚至没有想好对方是不是我要的那个人，甚至我都不了解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盲目的进入婚姻了。然后现在就是一落实到柴米油盐的问题、生活的问题的时候，你们完全没办法沟通，完全没有达到任何的一点的统一。只有触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才会嚷嚷着打着爱的旗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触及自身利益什么？他的钱被骗了，他的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啊。触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是什么？他前任联系他，你心里不舒服了。所以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才会说你爱不爱我呀？爱不爱我？你不爱我，你对我不好了，才会打着爱的旗号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可是平时的时候，你们那么多现实的问题没有坐下来共同去商量，没有想自己未来婚姻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大块的问题我不说了，我就说一个小的点。在前任信不信任的这个问题上，要看的是现任的态度。你们之间的联系有没有影响到现在这段感情？如果有影响到现在这段感情的状态，那要不要联系就在你。如果继续听我说，如果继续联系的话，你就是要旧情复燃。哦，明白。好吧，我要说就这么多，谢谢。2位今天走到这里，目的是要继续生活下去。我现在说不好。你说不好。对。那你呢？我希望是把问题解决问题，继续往前走。如果真是想继续往前走的话，就得有舍有得。你不舍是没有得的。我们可以说，在你们俩之间的感情的初期，是你有太多不舍。舍不得什么呢？舍不得和前妻断了来往。我们暂且不说你是否还奢望去和前妻有所什么发展，我觉得可能不会，不至于。只不过就是说，前妻对你的父母是不错的，这种情谊你是舍不得的。但是，
在你已经进入到另外一段婚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为什么？因为对方会介意这件事情。正是因为你的纠缠不清，既舍不得这边，又不舍得放那边，导致了人家现在把你这段舍了。虽然现在你已经把前妻问题貌似是解决了，但是解决的并不坚决，因为人家直接拉黑了3次，你居然偷偷的全给拉回来了。如果你没有拿出实际行动，只是说你应该改变，你应该舍去，办不到。回到女孩，你现在有了那10几只猫，它占据了所有的感情，以至于你忽略到它对一个冰棍的这种渴望，它其实是在唤起你的注意和在意，但你没有，你已经太久不关注它了。也就是说，你要想清楚，到底是要走不走下去。如果真要走下去，就得有所舍弃，不是说让你不养那些猫，而是说不要让这些猫侵入到你们之间的生活之中。就是平时的时候和他多沟通。对呀，因为你现在没有时间沟通啊，你的心里、你的时间全被猫占据了，所以如何取舍，舍哪端得到哪，就要看你们自己心里的真实的想法了。就这样。那其实我不太明白你在要什么。你不希望他跟前妻联系，他断了；你想养猫，他不同意，你养了。你还要什么？我就是想要一个安全感嘛。安全感，我们其实提到过很多次，安全感靠别人是给不了你的，安全感要自己给自己。你找了一个比自己大10几岁的男人，你认为可以很安全，而随着相处时间长，你发现婚姻关系可不是这样的哦，没有人会无限的听从你的。在情感中的自信，不是说他全得听我的，而往往自卑才会患得患失。其实你是一个挺好的姑娘啊，你年纪轻轻，能够自己去勇于为了爱情，我可以离开原来的舒适区，自己去开个花店，你有勇气啊。所以不要把所谓的安全感强加在他身上，安全和自信要自己给自己。先生，我觉得其实想和你说的也没有太多，因为确实你之前做的不好，也加剧了他对你的不信任和不安全。但如果你要想和这样一个我理解为真的是内心相对比较自卑的女孩子在一起，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在这份关系中担起这个责任，好吗？谢谢。他给你擦眼泪，你说我不要你擦，你是真不要他擦吗？不是。然后他说不擦就不擦，然后我就回来了。你内心是不是不希望他这样？是。然后那个养猫，其实也是用一种跟他作对的欲擒故纵的方式告诉他我需要人陪伴，是不是？对。你那花店经营的好吗？还可以。你银行卡里有存款吗？没有，我不太会规划。所以你知道你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地方？完全来自于你没有一种积极的生活状态。你说你有一家花店，你是老板，你把那花店经营好了，自给自足，闲的没事儿养1-2只猫，你生活多惬意。而且你才25岁，你有了自己的事业，你还有了自己生活的兴趣和爱好，你有什么没有安全感？你为什么一定要非要从一个经常跟前妻纠缠在一起的男人身上去找安全感？所以我觉得你是目前先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你尝试着自己给自己培养一种自信的生活状态。等到你有了那样的自信的生活状态，你就能非常客观的来看待你跟这个男人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个男人始终认为在他心目当中你是个孩子，很多事情都需要他来安排你，需要他来教你。我不相信他一定是不想要孩子，而是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认为你也是个孩子，他认为跟你在一起再生一个孩子他会更累。你是不是没有怎么把他当回事？没有啊，如果你把他当回事，你为什么要跟前任老是做一些那样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当朋友处着嘛。我觉得你对他完全缺乏尊重。你要是真把他当老婆，你就应该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哪些是界限。全都给删除了和拉黑了。你真不想要孩子吗？现在我觉得他就是个孩子。你不觉得你自己也不成熟？也是。先收起你的眼泪，做好自己的生意，过好自己的日子，回头再让这个男人来看看你，好吗？就这样。家庭生活一定要坦诚面对，是什么就是什么，否则的话你们会发现猜人心太难了。要过还是不要过，决定权在你们手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真情60秒。其实我想要的并不多，因为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甚至都没要过婚礼，我只想要一份特别简单的信任和一个安全感。如果这个东西你都给不了我的话，我不知道以后还会怎么样了。而且我感觉这段婚姻，我怕我维持不下去。我只是希望以后你把你的注意力多集中在我身上一些。因为动物毕竟还是动物嘛，你还是过敏体质，别让他们太过分了就行。我现在也接受养小动物了，对不？我希望你多注意注意我吧，要不然我现在我真的很累。然后等我们都再成熟，我们再好好考虑要个孩子。我考虑考虑吧。来，请亮灯。来，打开给彼此的爱的记忆箱，请开箱。来，拿上来说说，这都是什么呀？女生是送了什么？我看看，一支玫瑰。哦，你送一支玫瑰啊？对，花店老板啊，为啥送这个？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4年。他就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送过我一支玫瑰花，然后送的方法也特别奇特。他跟我说：“媳妇儿，我出门了。”我说：“你走吧。”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拿了一枝玫瑰花，啪就扔桌子上了。然后我都懵了，我说：“怎么了这是？”我说：“你出去跟人家打架了？”他说：“没有。”他说：“你不过生日吗？送你了，就完事儿了，你知道吗？”然后刚开始我还看着花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说真好，然后紧接着他做的往后的那一串态度，就感觉，哎呀，这人怎么能这样？您送的是什么呀？送的是一碗我从鞍山带过来的羊杂面，就是我们结婚登记当天，然后我就想领他吃顿好的，他就说不用，咱们都就是随便在家楼下吃了一碗面条，我就感觉这孩子一点不那种攀比，挺朴实的。然后我想让他通过这碗面条再勾起我们以前幸福的回忆。哦，这俩人送东西送的都挺有意思的。我们谢谢2位的分享吧，你们自己慢慢去考虑好吗？谢谢你们，来，请回。来，请关门啊！来吧，看看他们的选择，请开门。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我正在。你能好好爱我吗？你确定吗？那再送给你。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吧，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头。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好好过日子吧，谢谢你们，谢谢。学辉。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2年多的时间里，我越来越觉得他并没有那么爱我，也不在乎我的感受。每次我们吵架，他都有他的想法，感觉我是小题大做，故意找事儿。
他总是因为一些小事儿莫名其妙的生气，生气的理由也是让人无法理解，这让我感觉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是错的。相处时间久了，觉得越来越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但很多事儿还是不能让他难。很多事情我都说得很清楚了，但感觉他并不在意。我今天就希望他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在他心里到底是什么位置。我真的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他相处，为什么他就不能多理解我一点，少发点脾气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杨23岁，来自河南，学生；小俊22岁，来自河北，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大概小片听了一下，女生是觉得说男生不重视你是吧？男生是觉得女生无理取闹，对吧？对。行，谁先举证？我先来吧。啊，好。就比如说刚才在台下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准备了2件衬衫嘛，都是白衬衫，我就随便拿了1件啊。但是他觉得不好看，非要我穿那一件，然后就因为这个事生气了。他本来定的就是穿这一件，结果他非得穿那一件。定的是这个，他就应该穿这个。他那一件衬衫跟这件衬衫的区别就是扣子是黑色的。我说2件衬衫你从外面看都是白色的，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哎，这个都不重要啊。两个人是带着情绪来的。女生觉得他怎么不重视你啊？他爱上网，爱打游戏啊。前一天我们约好了，第2天一起吃中午饭，他就去上网去了，然后1、2点了来叫我吃中午饭。没听懂。就他打游戏把我忘了，就我还没有游戏重要呢，在他那。你怎么到12点不给他打个电话说该吃饭了吗？他说他要叫我吃饭，那我不生我叫他吃饭了吗？这，哎呀，谁叫谁吃饭？那有那么重要吗？饿了打个电话说我饿了，你干嘛呢？不行啊。可是提前都说好了，他说第2天叫我吃饭。这个叫吗？1点钟去叫他了，但是已经晚了。后来我跟他说了道歉了，发了1下午的微信，1下午没理我。啊。我就想让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就想让他知道别因为打游戏而忽略了我。是，这叫不叫你吃饭，为了打游戏不叫你吃饭，对吧？还有吗？他爱打游戏，那我就陪他去网吧嘛。啊，我有鼻炎，闻不了烟味儿。我说你抽烟的时候别当我面抽。我在网吧太累了，我就睡着了。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抽烟，给我熏醒了。醒了以后我头疼。我也知道他不喜欢我抽烟，完事我是看他睡着了之后我才抽的。后来把他熏醒了，熏得头疼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忘了，以后我改。确实我现在也是改了，他也知道，但是他每次就是吵架的时候，总是会提起一些这前面的旧账，总是会拿这些事儿来翻旧账啊。对对对。还有啥不在乎你的？都说了吧。我让他帮我拿快递，也是前一天就跟他说好了的，第2天中午去拿快递。他就睡过头了，睡过头还不跟我说。我问快递拿了吗？他说我刚醒。他当时确实是交代我了去拿快递，但是我那天头天晚上睡得太晚了，第2天确实忘了，完事他就生气了，总是因为这些小事生气还。他觉得这些是小事儿，可是我觉得就是他不在乎我才会这样。还有什么样的小事吗？就是他特别不懂浪漫，然后我就从网上看的那些小视频发给他看，想让他学习一下，他就说那些没用。那本来就是嘛。他给我看的那个视频是人家表白的视频，相处2年多了，你让我学人家在地上摆蜡烛表白那玩意儿有啥用啊？谁让你表白了？我过生日1周年什么的，你那你过生日1周年啥的，那礼物我也没说缺了你少了你。那你当时没送呀？当时那不是异地吗？说这个异地，我就想起来我们异地的时候。因为那个我在北京做兼职，他家离得近就回家了。因为保持异地的话，要每天就是说沟通维持感情嘛。你们异地了多久啊，孩子？就是1个假期。哦，那叫异地啊！这大学生谈恋爱放假就，啊行，异地了。然后呢，我就是说我给他那天打电话，想跟他聊2句来着，没聊2句他就跟我没好气的不耐烦的跟我说那个你别烦我，我忙着呢。我一听你忙着，那行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呗。就那2、3个小时，一下午没理他，他就觉得我怎么地了，过来一通质问我，就给我生气。
这是为啥不？当时我确实在忙，他发微信我没回，然后他就着急给我打电话过来了，我就一会儿没有回他微信，他想跟我聊天了，他就把电话打过来了，也不管我是在干嘛，是不是有空。然后我跟他说了几句，我就很着急，我就说那先挂了吧。后来他就一下午没有理我，我就以为他在跟我闹脾气。我也不知道你啥时候忙完，我要给你发消息过去，你再给我骂一顿，我不是找骂呢吗？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我感觉，因为这些你没必要去因为这个去生气，而且的话还是那种哄都哄不好的那种。行，那你为什么事儿生气啊？就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出去玩，然后呢，他就是不知道怎么的了，就跟我生气了。女朋友生气了，你肯定得哄吧，但是他是属于那种怎么哄都哄不好的，你就是认错也不行，怎么哄都哄不好，搞得大家都挺尴尬的，闹得不欢而散。主要是他的态度有问题，他就跟别人玩的特别高兴，就不理我，就不会顾及我，然后我就想找一下存在感。那你找存在感，你也不能那么的哄也哄不好啊，搞得我现在我朋友都不，你根本就没哄，你那是在哄我吗？那我还要怎么哄？男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这恋爱谈的挺累的？对，我就是觉得每天因为这些小事特别累。他还为什么小事跟你吵啊？太多了，就比如说走在路上的时候，因为我跟我朋友多聊了两句，完事他就怎么感觉吃醋那种，我不搭理他，不在乎他了。还有一次就是我室友生病了，一个宿舍的互相照顾嘛，生病难受我去给他冲杯药，然后他就跟我生气了，人家生病难受我去帮个忙冲个药咋的？当时我也在生病，我在那么冷的天在楼下等你，你说你一会儿就下来，然后你去给他冲药去了，我就一直在下面等着你。那你生病的时候我也不会给你拿药给你冲药了，还给你买好吃的了。真生气啊？真生气。这些事儿你说真的没必要，我感觉。他还做过什么让你觉得特别不开心、不接受的事情吗？讲点大事，我就感觉他这种小事做什么就别讲了。他做什么事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比如说，他去我们家吃饭，我提前跟他说了，我说我爸咳嗽，你别抽烟。然后他抽烟了，他还喝酒了，他非得拉着我爸喝，结果俩人喝多了，然后我妈肯定就特别生气啊。然后他还挺高兴的，觉得跟我爸称兄道弟的，就快成一家了，就那种感觉。然后我妈脸都黑了，就感觉这不行。那第一次去他家，那不得跟他爸妈搞好关系啊？我今天嘱咐过你那么多次，你根本就不把我的话当话听是吗？那我也没有说不听啊，你说的不喜欢的我都改了呀。那我怎么的想法你知道吗？对，你说说你的想法。我觉得如果说生活中总是因为这些小事生气的话，时间长了是个人他都会累的。你觉得那些都是小事，但我觉得不是小事，是你的态度问题。我不是针对一件事，我是针对你的态度。好，我来问问态度好不好？喜欢这姑娘吗？喜欢。她在你心里有位置吗？有位置。她重要还是游戏重要啊？肯定她重要。她重要还是舍友重要啊？那肯定她重要。哦。但是好像说是这么说，你感觉不到是吧？对。你在乎他吗？在乎。快递重要还是让他多睡会儿重要啊？快递是中午拿，根本就耽误不到他睡觉。就是睡晚了嘛，想多睡会儿嘛。快递重要还是他重要？他的态度重要。你这快递重要还是他重要？他什么态度啊？他重要。他打游戏胃饿胃穿孔了重要还是你的情绪重要啊？胃穿孔了重要。那你咋不买了饭找他呢？就是不行，他说的是他叫我吃饭，我为什么要买了饭去找他？低不下头呗。不是。那是啥呀？我还陪他去打游戏了呢。较那劲，所以看见没有？女生跟男生那思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说好叫我吃饭了，你打游戏了，游戏重要还是你重要？其实这是不能放在一起比的事儿，对吗？对。女生是不是也这意思啊？你还哭了呢，多大委屈啊！当然睡懒觉不能和这个邮包这件事儿放在一起比较，对吧？可是从男生的角度就想，你看你都比较了，我也比较一下，那我最后对呀，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我很伤心啊。他就老是想拿我对他的态度来对我，就想每件事都给我较一下真。你是认为他在报复你是吧？对，我没有，他说的那些事儿确实没有，但是后来我确实提醒过他，我说你以后能不能改改你的脾气，不要因为这些小事经常跟我闹。所以今天来这儿你是为什么而来？
我是觉得那些都不是小事儿，就想让他多在乎我一点，多考虑一下我的感受。你的要求是请你在乎我，是吧？你今天为什么来啊？我就是希望他能改改他的脾气，多理解我一下。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杨、小俊，你们好啊！让你们弄得感觉这个爱的意义特别狭隘，尤其我觉得在小俊这儿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女生、一个女人应该有的一个格局和气度。当然，我们是要在意男生对我们自己的态度的。可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就一个小点太斤斤计较的话，最后让一个男生觉得跟你在一起特别疲惫、特别烦，你不觉得自己在这段爱情当中就特别没有价值、没有存在感吗？谈恋爱，这是一个动词，要谈嘛，你不能总要让他猜你的心思去啊。你不告诉他，不明确我是什么样的态度，你应该怎么做，不去引导他，他怎么能懂你？你要的不就是他懂你吗？就叫吃饭的这个事儿，你就在那儿等着，如果没等到的话，就是你不懂我。我就是感觉他说过的话他要做到，我要叫你吃饭的话，我肯定会提前1-2个小时就跟他说。一直抱怨说男生一开始的时候态度是那个样子，然后慢慢时间长了态度就变了，对吧？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持续的魅力能够吸引到他待你如初恋吗？你自己身上现在有什么点去能够吸引他持续的魅力一直散发？你也没办法保持一成不变呀，对不对？所以你凭什么要求别人一成不变呢？时间长了，我们谈恋爱的这个脚步和速度都是需要调整的。我们没有人谈到最后几年还像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是那样去要求他。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一开始你多付出一些，后来我多付出一些，这才叫爱。如果你那么计较的话，那就不是爱了，对不对？好，谢谢，祝你们幸福。谢谢沙达老师。女生很希望能够通过男生的细心入微来体会到对方对你爱的这种态度。你不仅是希望，而且你现在是千方百计的去要。有一句话说出了你现在的恐惧，你担心男生在用你对他的态度在对你，这是刚才你自己说的。这反过来也说，你自己知道自己这么做是不对，是过分的。你把很多的事情啊小题大做，大到自己都控制不了最后的后果。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对方用一些形式上的事情来敷衍你。举一个例子，拿抽烟这件事情来说，如果他真的爱你，不用你说，去外面去别处你不在的地方去抽，可他是怎么做的呢？等你睡着了抽，这是在敷衍你啊，这也是形式啊。既然你是在用一种形式来考核他的态度，那好，换来的一定是形式上的。如果真是想要爱的话，请先付出，自然他也会用心来对你好。而现在呢，感觉你们两个人啊太空虚了，整天就是吵架。你们能不能让自己积极向上、阳光一些？可能是你们现在的事情太少了吧，真正的大事儿、正事儿太少了，以至于把眼光都聚焦到对方的一些小的问题上，导致了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好不好？让自己阳光起来，让你们的爱情也阳光起来，自然很多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就这样。男生，你想过为什么他絮絮叨叨说了那么多对你的不满意吗？只是因为他斤斤计较，只是因为他只关注细节，只是因为他这样钻牛角尖去看着你，去要求你吗？你没有责任啊。如果说你在处理事情上的排序，他永远是放第一，我相信他生病能去你楼底下等你，他也一定可以自己在寝室里吃药。如果我们看到今天是这样一个对事事斤斤计较，让人确实看着有点烦的女孩子，那至少60%是你造就的。你没有把你的一颗真心摆在一个让她安心的位置上。她不是那种能轻轻松松，我们1个星期见面约会1次就够了啊。有些人的爱情是这样呢，有些人爱情是说我们只要是业余的时间都要黏在一块儿。每个人恋爱的模式不一样。
你如果是希望那种我们1周见几次，或者说我这边打完游戏想到了女朋友，我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你要这样轻松恋爱关系，他做不到，你就给他自由，不要让他在一直不停的哭。别哭啊！咱们遇到事情解决事情啊，姑娘，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我想跟你说的，女孩，特别简单道理，我们很多年前从小我相信你就听过。你去沙滩上攥起一把沙子来，你攥得越紧，它跑得越快。人和人之间都是要有距离的，适度的距离才会美。你试着放松一下，试着不去关注他一段时间，你也清醒了，也冷静了，他也能够去明确的判断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了。你逼得太紧，他躲得太远，所以都错位了。我建议你们都冷静下来，空一段时间，去好好反思一下我们这段感情中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冷静之后再做出选择，好吗？谢谢。哎，我问你啊，你觉得养儿防老4个字有问题吗？没有。如果养儿只是为了防老，那养来养去养的是你自己。就像你，那我还陪他去打游戏呢。你陪他打游戏，合着你就是为了他给你拿快递，他为你戒烟。不是，我就想让他多在。但是那你那样说的意思，那我就会认为你这就是交换啊，你是有目的的呀，你陪他打游戏。如果你陪他打游戏只是为了陪他，是发自于一种本能，那是爱。但如果你用这样的口吻说，那我还陪他打游戏了呢，那你就是在谈条件。谈条件已经错了，条件一旦谈不成就说他不爱我，那就更错了。谈恋爱是从失去自己再找到自己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一直在失去自己。他不重视你，对你态度不好，他不在乎你，你就不知道自己爱爱自己，你就不知道自己干干自己的事儿，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很多事情你认为为对方做你是快乐的，那你就去做。对方这样做你不高兴，你就真诚的跟他说。伤心是难免的，那是每个人的本能。但是在伤心之后，你要问问自己，我对对方的这些施压、强势有问题。男生，如果你有些事情你觉得为对方做你是舒服的，你就做；如果你觉得是不舒服的，你也得说。为什么在最初热恋的时候我们说的都是对方想听的，热恋退去之后说的都是自己想听？那是因为你们忘记了当初你们俩为什么要在一起。如果你能够时时记住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你就应该知道有哪些事情你做了会让对方快乐，同时又不辱没自己的自尊，那你就应该去做。你说呢？就这样。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这个小朋友啊，1到2岁的时候，他认知里面就是全世界我是中心。这个很像现在一些女孩子谈恋爱啊，一谈恋爱就是我是世界的中心嘛，你们都追我嘛。男生相信这个，那追的时候不遗余力啊，怎么发脾气都是好啊。可是小朋友长大之后，到2岁之后，你再让他世界中心的话，这小朋友就废了。你谈恋爱不能永远是世界中心，对吗？摆正位置。男生特别简单，追的时候肯定那是最重嘛，对吧？摆清你人生的轻重，都是阶段的，爱情也有阶段，你们自己去掂量，他是不是你要的人，你也去掂量，女生是不是你要的人，其他其实都不重要，因为还有好多东西是可以克服的，好吗？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我知道你对我的好，我也都一直记得。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去改。但是如果说你什么都不说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再考虑一下。我感觉你要是还是觉得我小题大做、没事找事儿的话，那我也需要再考虑一下。这样吧，我们都冷静一下，
好不好？来吧，两位，打开你们爱的记忆箱，开箱吧。分享一下，这分别拿的是什么呀？女生拿的是一个眼镜是吧？对。啥意思啊？那个眼镜框是有一次我在他们宿舍楼下，也是因为他就是无缘无故的告诉我生气了，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我去拉他的时候，他甩手就走了，当时把那个眼镜框给打掉了。这次之所以带过来呢，就是告诉他，如果说什么问题都像你那个态度，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解决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感情真的会很艰难。哎呀，你是来给上课的是吧？女生，你的记忆箱里是什么呀？一个保温桶啊，啥意思？是他生病住院的时候，我给他送饭用的。哦。当时我们都在学校，然后我就早上起来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去我朋友家给他做他能吃的那些东西，因为他要忌口嘛，我就给他做他能吃的那些东西，给他送去医院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就是女生把这段记忆呈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女生挺棒的，因为她一直在谈的是情感，谈的是爱。男生当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跟他论理的时候，我倒觉得你小气。谢谢两位的分享，来带着你们各自送给对方的爱的记忆回到我们的转门区吧。谢谢两位，来请回。来，请关门。来吧，我们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请开门。这个特别好，承认现实是最好的，因为从两个人上场开始，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对他们这段情感有建设性的话，所有人的潜台词都是这段恋爱我谈得好委屈，如果委屈为什么不放手，祝彼此幸福快乐呢？有网友提问说，我父母很反对我们在一起，他一直不知道原因，其实是因为他家压力太大了，他还有一个成天不务正业的哥哥，我该告诉他实话吗？告诉他实话是否能改变你父母反对的态度呢？如果不能告诉实话又有何用？我想你应该纠结的是如何改变父母反对的态度吧。祝你幸福吧。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